下一个题，哦，这道题 y 竟然带绝对值了。首先呢，1减去 x 减1的平方被开方数的大于等于0。1就是1的平方，1加上 x 减1乘以1减 x 加1，它是大于等于0的。那么正负1约了就剩 x， 它呢是2减 x， 我把它换成 x 减2，提出来的负号乘到右边就小于等于0。一个根是0，一个根是2，大于取两边，小于取中间，所以 x 的范围大于等于0，小于等于2。那么 y 的绝对值减1等于一个根号，偶次根号，所以呢 y 的绝对值减1它也是大于等于0的。我们得到 y 的绝对值是大于等于1的。y 的绝对值等于1的时候 y 就代表正1和负1，它要大于1呢，大于取两边，所以 y 是大于等于1或 y 小于等于负1。我们把 x 的范围 y 的范围都找到了，都考察清楚了，现在我就要对这个方程下手了。怎么下手呢？左右两边平方呀， y 的绝对值减1的平方就等于1减去 x 减1的平方，把它移到左边来， x 减1的平方加上 y 的绝对值减1的平方等于1。那么这个时候它是带绝对值的，你时刻要注意。所以我就得讨论当 y 大于0的时候，或者说大于等于0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圆的方程是 x 减1的平方加上你是个非负数，直接出来 y 减1的方等于1。那么圆心的坐标就是1逗1，半径是等于1的。此时此刻我画出来的这个圆儿，圆心是1逗1，半径是等于1的，它应该是和 x 轴 y 轴都相切的这样的一个圆儿。我到底要哪部分呢？因为它是大于0的，你要大于0，你就得是大于等于1。所以这不是1吗？它要上边这半个圆儿上边这半个圆儿。如果 y 要是负数 ，y 要小于0的时候呢，我这个圆的方程是 x 减1的平方加上负 y 减1括号的平方，就变成了 y 加1括号的平方等于1。此时此刻，它的圆心是1逗负1，半径是等于1的，1逗负1，在这儿，这是它的圆心。半径等于1，它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圆儿。你如果是小于0的，结合 y 小于等于负1，它就在负1的下边，所以我们得到的是这样的半个圆儿。所以这个曲线表示的是啥呢？表示的是2个半圆儿我们应该选的。好了，这节课呢，我给大家讲了数形结合的思想。我们做了这几道题之后，大家是不是深刻的体会到数形结合用画图的方法来解决问题，使得问题变得简略了。好，解决问题的过程变得简略了。好，这节课呢又给大家讲了一个小专题，那么下节课我继续给大家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专题，叫做与圆儿有关的对称的问题。下节课我们再见。